大家好，我是顶牛，今天又给大伙精选了8盘网友发来的诡异录像，我们一起来挨个破案。第一个录像，这个老哥说他默克3级的默勇出了大问题，从某一波开始之后就再也不能用了。可以看到这里默克一直在尝试使用默勇，但是用不出来。我们把时间轴往前拉，这一波是他最后一次用出默勇，之后就出问题了。这个 bug 可以稳定复刻出来，需要残血队友中了剧毒的魔晶瘴气，同时默克有魔晶。7.38 默克的魔晶默勇改成了给上技能就驱散，而不是引爆才驱散。如果队友正好因为触发了魔晶瘴气的伤害而阵亡，默克的默勇就会被吞掉。一直卡在这个用来引爆默勇的爆默技能，因为此时场上已经不再有人带着默勇 buff， 所以就悲剧了。正常来说，如果一个人在引爆默勇之前就死掉，默勇虽然不会自动引爆，但默克这边会是正常的变回默勇技能。如果是剧毒魔晶的这种情况，应该是多个事件的结算顺序出了问题。战斗日志会显示，拉比克这里获得和失去默勇效果都发生在了死亡之后，甚至失去默勇更早发生。我们回到开头录像，这里丝血拉比克中了剧毒魔晶瘴气，然后此时默克的确对拉比克使用了魔晶默勇，从而触发的这个 bug。 第二个录像，这个老哥说他刚从备用栏拖上来的刷新碎片居然是有 CD 的，感觉可能跟他之前卖掉的刷新球有关。这里斯文买货之后把刷新碎片从备用栏拖上来，想刷新下大招和 BKB， 结果却发现刷新碎片有个180秒的冷却时间。这里需要先简单科普下刷新球和刷新碎片一些跟 CD 相关的机制。第一，二者是共享 CD 的，使用其中一个，另一个也会进 CD。第二，正常来说装备在备用栏也能走 CD， 只不过速度减半。但是刷新球和刷新碎片在备用栏的话 CD 完全暂停。第三，二者共享的冷却时间应该是绑定在英雄身上的，而不是装备。比如某一时刻用的刷新球，我们这里等它 CD 走到170秒的时候卖掉，后面不管是再买一个新的刷新球，还是拿起刷新碎片，可以看到都会有一个170秒的冷却。我们回到开头录像，把时间轴拖到斯文买货之前的5分钟左右。这里斯文的确是用了一下刷新球，然后立马拖进了备用栏，可以理解为此时绑定在斯文身上的刷新冷却时间就停滞在了180秒，即使后来刷新球被卖掉，所以最后当斯文拿到刷新碎片的时候，会有个180秒的冷却时间。老哥们实战里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细节，如果你有刷新或者有过刷新，最好重新考量下你拿刷新碎片的收益，必要的话可以考虑让队友拿。要么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别卖掉之前的刷新球，可以在战况不激烈的时候尽量拖上来，让他走走 CD。 是你说的。第三个录像，这个老哥说他被蝙蝠拉了，然后队友狮王用魔晶墓碑救人，但是自己却没有被装进墓碑。我们看的确是龙骑这里不仅没有进到墓碑里面，还卡住动不了，可以攻击别人，也能被别人打到。正常来说魔晶墓碑是可以直接断掉蝙蝠拉的。想要复刻录像里的 bug， 需要龙骑在燃烧枷锁期间下达移动指令。可以看到这次就是龙骑被卡在了外面，然后动不了。当一个人进了墓碑之后，身上会有2个叫做墓碑躲藏的 buff， 一个绿色，一个红色。绿色表示进入了墓碑获得隐藏状态，红色表示在2秒之内不能提前走出墓碑。然后我猜测应该还是同一时刻的结算顺序问题。战斗日志显示，龙骑士先获得了墓碑躲藏 buff， 也就是进入了墓碑，然后在受到墓碑躲藏底 buff 之前，通过移动指令走出了墓碑。至于为什么会被卡住，我感觉可能跟大屁股传送门会把幽鬼卡住有一点点类似。还有就是如果2个人坐标完全重合，大吹风也会有这个问题。狮王龙骑这里可能也是因为龙骑和墓碑的坐标完全重合，然后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我试了一些其他控制技能，发现都不行。兽的锤、虚空的时间结界都是龙骑正常被装进墓碑
目前就只发现只有燃烧枷锁会出这个问题。所以狮王魔晶表面上虽然可以用来反制燃烧枷锁，但是被拉住的人往往都会下意识的往安全的地方点，然后就会出现录像里的情况，不仅没有救到，反而还给队友卡住了。第4个录像，这个老哥说他发现小黑魔晶冰川居然能断掉炸弹人的爆破起飞。我们看的确是，这里炸弹人的爆破起飞的确是被打断了，没有生效。想要复刻冰川打断爆破起飞需要2个条件，一是炸弹人的施法中心要离小黑近一点，如果炸弹人的落点压根就不在冰川上面，是一定不会被打断的。第2个条件是小黑施法的时机要正好，太早太晚都不行。总之就是要保证冰川生成的时候，炸弹人正好在冰川的体积里面，然后就会被挤走，从而打断爆破起飞。这个严格来说并不能当成一个使用的技巧，因为要看炸弹人的施法位置，得靠对面配合才行。所以最稳的还是用狂风。一些跟爆破起飞类似的技能同理，比如马戏回身踢或者小牛 A 杖，如果狂风 CD 的话，可以尝试用冰川来打断。第5个录像，这个老哥说他蓝猫有一波买活直接出现在了战场上。这个其实比较好理解，如果调成自由视角并锁定蓝猫，一下就明白了。买活出现在了外面，是因为蓝猫死之前中了萨尔的瞥视。第6个录像，这个老哥说他骷髅王被斧王斩死之后没出绿魂，导致自己刷新都没来得及用就直接死了。我记得很久之前应该是有期视频提到过这个问题。正常来说，淘汰之刃并不能阻止骷髅王出绿魂。斧王每击杀一个敌人都能加1层先天技能的永久点数，如果是大招斩杀的会直接加3层。斧王击杀骷髅王的话，一般情况就一定是只能加1层，因为绿魂到时间之后就不算是斩杀了。然后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斧王带有双刀之类的技能增强，比如这里斧王点了20级天赋之后，淘汰之刃固有斩杀血线是575，带上双刀的话，技能面板的伤害会被提高到644。如果骷髅王的血量介于575和644之间，比如这里的1级裸装骷髅王血量604，此时斩杀就会出现录像里的情况，骷髅王没有出绿魂，直接被斧王斩死了，然后斧王获得3层永久点数。战斗日志显示，骷髅王在同一帧获得然后又失去了死亡延迟的效果，相当于是死亡延迟被无视掉了，强制结算了骷髅王的死亡状态。我们回到开头录像，这里斧王的确是有双刀的，并且点了20级天赋。然后骷髅王被斩死的时候，身上剩余的血量是590，符合我们刚刚演示的特殊情况。第7个录像，这个老哥说他剑圣把眼塞给队友，但是眼却莫名消失了，被吞掉了。此时假眼还在剑圣身上，然后过了一会儿，可以看到剑圣身上的眼没了，地上也没有，然后此时炸弹身上也没有。因为是 7.38 之前的录像，当时炸弹人第3个命时的效果是备用蓝的装备也有效，所以他把9个格子都塞满了。所以一个合理的猜测就是，如果给眼的时候队友9个格子全满，就会出现眼被吞掉的情况。这里如果直接往炸弹人身上拖，会发现拖不过去。但如果是按 Ctrl 这个分眼的操作，就会出现录像里的情况，眼凭空消失了。然后是只有单个的眼会这样，多个眼叠一起的话，不管是一真一假还是多个一样的，都给不出去。这个情况老哥们以后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如果给队友单个眼的时候，记得直接拖就行了，没有必要按照 Ctrl 来分眼。第8个录像， TK 右边命时1v7的效果是防御矩阵被打爆之后， TK 会朝面前的一个随机角度发生小幅位移。然后这个老哥说他这把有一波 TK 的1v7命时直接扯断了小鱼的突袭，但是他自己斧王岛测试的结果是扯不断的。慢放再看一遍，
这里 TK 的确是在中了突袭之后触发 EV 器，然后失去了突袭的 debuff。EV 器的确可以扯断小鱼突袭，只不过福王岛有个显示的 bug。我们换到福王岛测试可以发现 ，EV 器触发的时候，视觉上并没有扯断突袭，不管是画面里面的束缚读条，还是状态栏的突袭 debuff 都还在。不过此时只要 TK 动一下，可以看到突袭效果就完全没有了，所以实际上是扯断了的。如果是换成 VKbox 或者实际建筑测试，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然后触发 EV 器并不是一定会扯断突袭，需要位移之后的位置超过突袭的范围才行。突袭的束缚范围是400，EV 器的位移距离是350。如果 TK 站定不动，可以看到突袭中心并不是在 TK 脚下，而是有一段距离。此时触发 EV 器的话，距离是足够扯断突袭的。但如果 TK 是面朝小鱼，可以看到这次就不能扯断了，依然是被束缚的状态，因为发生位移之后并没有超过突袭的作用范围。最后对本期视频的内容做一个非常简短的总结。第一，默克的魔镜末影如果碰上剧毒的魔镜瘴气，有可能出现末影永久失效的情况。第二，刷新球和刷新碎片共享 CD， 并且这个 CD 的数值是跟英雄绑定的。第三，狮王魔镜墓碑从机制上能反制蝙蝠枷锁，但是很有可能会弄巧成拙。第四，小黑魔镜冰川有可能会直接打断炸弹人的爆破起飞。第五，萨尔撇式的 debuff 死亡也无法驱散。第六，某些特殊情况下，斧王能直接斩死骷髅王，不出绿魂。第七，把单个眼分给队友的时候，一定要保证他身上有空位。第八 ，TK EV 器命时实际上是可以扯断小鱼突袭的，福王岛测试的话会有显示 bug。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